我是张一娃作者，现在给你们介绍全新的原创故事，名为《黑暗英雄》。近年来，在亚洲各大城市经常发生人口失踪案，有很多都找不回来，有些成功找到的却只剩下尸体了。那之后，有一个名叫狮舞的大城市就流行了一个全新的都市传说，大概就是讲，在晚上12点后，最好不要去人气少的地方，或者在无人的街上溜达，因为这样可能会招来冤灵的产生。据说只要被冤灵缠身的人，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黑色的鬼影。你想无视也没办法，冤灵就像给了你诅咒一样，总是会出现在你身边。有一个被冤灵缠身的人，失踪前就在网络上分享，他看到的那些冤灵都是他认识而且是已经死去的人，就这样活生生的在他面前出现，甚至工作、出行连梦里都有，真是可怕至极。每天日日夜夜总是会看见到那些死白的脸和黑影，一个正常人都会被吓成神经病。有人猜，可能那些是曾经被他们伤害过的人回来报仇了，直到这个人死去，他们都不会放过。所以只要被冤灵缠身的人，这一个人一定活不超过7天，最快当天死亡。也有那些听了都市传说却不信邪，偏要去挑战冤灵的人，现在全部已经失踪了，连尸体都没找到。就曾有人在路上遇到那些失踪的人，但他们已经不会说话，就静静地站在人海的十字路口，一直直勾勾地盯着你看，一转眼他们就消失了。还有人猜想，也许这一开始有一个最强的冤灵，是他先给某个人下了诅咒，然后后面因诅咒而死的人变成冤灵，不断地寻找下一个替死鬼，就这样持续下去。死亡录像，有一位不信邪的挑战者，特地等到半夜的时候去了事物最偏僻没有人的地方，挑战寻找冤灵，还在现场搞了直播，在 Facebook 留下了这段珍贵的影像。画面一开始，有一个人他很嚣张的一边走一边拿着手机直播。不要说我没胆，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什么狗屁都市传说。我今晚就要证明这世界上没有鬼魂，不要去相信那些在网上造谣编故事的人。我今晚就会给你们看到你们想要的答案。然后他这种行为还有很多粉丝去支持他。他一个人走在无人的街上，周围都是废弃的建筑，他拿着手电筒一间间走进去探险。在这种地方，很快冤灵就回应了他。嚣张不了多久，他就看见有一道黑影正在大楼之间来回游荡，之后停在高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时而现身，转身又消失。在漆黑的夜晚中，看不清前面黑色的影子，好奇心使他往那个黑影走去。之后黑影没找到，但总能感觉到后面一直有人跟着他，他这才开始感到害怕。此刻身后也一直传来很诡异的怪声，他回头几次也没看到任何东西，脊背一凉，他只好心中默念经文又祷告，南无阿弥陀佛，哈利路亚。念完经和祷告之后，又鼓起勇气往前走，之后就没他的事了。从此这个人就莫名的消失了，连尸体都没找到，没有人知道他最后究竟看见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他最后直播的画面是一个从头黑到脚的黑影出现在他的面前，还有一双血红色的瞳孔，充满杀气。手机被狠狠地摔在地上，画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最后我们只能听到他很害怕的呼叫：救命啊！救命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什么都没有干，就别过来！这就是他最后的遗言，回荡在恐怖的夜晚空气中。最近这件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也就从这一段死亡录像开始，有很多人愿意相信黑影的都市传说是真的，也有人说这是演的，是巧合，也有人相信真的是有冤灵，但从来没有人可以去证明这一切，因为见过他真面目的人都死了。一般有人失踪和死亡的事件总能扯上冤灵的都市传说，
所以想活命，别去偏僻的地方。故事开始，晚间 IFM 电台正在报道最近接连发生在事务的人口失踪案。有一个一身黑装蒙面的人正在观看最新的电台报道。接下来即将报道。当新闻还没播完的时候，他已经默默转身就离开了，朝前方走去。此时晚上12点，加上都市传说的洗脑，街上所有的店铺和超市都早已关门，行人也早已回家去，路上没能见到有多少人。因为这里是经常发生人口失踪案的地点，听说已经不见13个人了。前方不远处有一位乞丐向路边的2个人讨点钱买食物。乞丐说：“我已经好几天没吃到饭了，请你们行行好，臭要饭了，给我滚开！”其中一个混混不止踢了他一脚，还打算抢他的钱。才这么少，你妹的！突然一道黑影在高楼间闪过，喂，你看到了吧？你也看到了吧？难道是那个最近的都市传说？啊，鬼逃啊！2个人边叫边逃，把刚刚从乞丐那里抢到的钱落在地上了。黑影走过来，把地上的钱捡了起来，1块2，只轻声说了一句：“救我！”说完就走，头也不回，只留下待在原地的乞丐一脸茫然，他一声也不敢吭。等人都走远后，才叹气说：“唉，那是我下个礼拜的伙食费。”主屋的高楼上，百花和远师躲藏在高楼处，观察着附近。2个人正在潜伏调查事务最近接连发生的人口失踪案。注意到前方不远处有一家夜店还没有打烊，从远处还能听到里面的人正在欢呼。哎，怎么这么晚了？那家店还没关，我们去里面兜一圈下。我好懒惰，你自己去吧，我在这里待着。袁师玩着手机里的游戏，一边说。正巧此刻，百花看见一身黑装的黑影直直走进去那间夜店，好诡异哦！不等袁师反应，立马跟了过去。就这样，百花去了夜店，丢下袁师一个人在高楼处。走进夜店，黑影走进去。此刻夜店里还有不少人，也不算特别多。一走进门，浓郁的香水味扑面而来。Chanel、Gucci、LV、Dior、Tom Ford、Gucci、娇兰、BMW、Toyota 等。发现刚刚那2个混混竟然也在这里。黑影不做别的，朝目标走去，直接询问服务员小姐：“我要打包1碗炒饭，要多少？”柜台小姐回答：“17.9块。”黑影看了手中的钱，1块2行吗？那不好意思了，不能。对方笑着说完，转身就去忙别的事情了，留着黑影一个人看着手中的钱，在思索着。此刻，百花也走了进来，躲在角落里观察。黑影偶然注意到旁边有个男的一直盯着服务员看，又跟旁边的兄弟说着什么悄悄话。接着，他兄弟就往杯子里倒了一把粉末，很快，几秒钟的时间就溶解在水里了。看着有一位女服务员往男人身边经过，他硬撑一把搂住了他的腰，说：“你长得可真漂亮，今晚就你来陪我喝酒。”服务员一脸抗拒，很想挣脱的样子，保持尴尬的微笑，用力推开了他。眼见他拒绝，男人就改口说：“要不然你把这个喝了，我就放你走。”他指着那杯倒了粉末的酒。服务员不想跟他多纠缠，没多说什么，就立马答应他，准备拿起来喝了下去。百花立刻冲过来叫住了他。咦，竟然还来了一位更美的女神！哇，好啊，就你喝！旁边的兄弟兴奋地喊道：“来，我帮你喝！”正一杆满满的百花一手夺了过来，印常闻了闻他身上的香水味：“美女，你好香啊！要不今晚就你们2个来陪我们喝？”百花二话不说喝了下去，不用几秒钟就昏了过去了。哇，没想到这药效这么快，这下不会抗拒了吧？一旁的兄弟兴奋地喊道：“嘘，没想到才1杯酒，酒量可真差啊！”印常手指举了起来，堵住兄弟的嘴，暗示旁边的兄弟闭嘴。说完就想抱起了百花。百花突然一个起身，一脚甩给他们2个。咦，怎么回事？原来是装睡。难道刚刚的药没有效果吗？印常用手轻松接住百花的腿。袭击婆罗洲超能力研究中心，
这时候外面的远士还在认真的玩游戏，玩着王者荣耀。突然间他就收到了一封信息，哎呀好烦啊，然后让一个残血的英雄逃了，因为一则紧急通知跳了出来，不是信息，是一通电话打了进来。被打扰的情况下，他的英雄战死了。喂，在搞什么呢你们？什么屁，快放！元士接上电话，来自东南亚英雄总部中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必须通告全体调查人员。如果你们在事务出行调查的时候看见此人，必须立刻通知总部，我们会立刻派遣大量部队去抓他。他是 A 级重刑犯，相当恐怖，危险指数78分。必须等待至少有一位 S 级一代宗师级别的英雄才能行动，所以不是 S 级英雄谁都不能独自对战他。目前不清楚对方的真实实力，而且他手上还拥有强化剂。A 级重刑犯，他放了什么？元士好奇地问。昨晚凌晨，他带队袭击了婆罗洲超能力研究中心，很多人员伤亡，也包括研究人员在内。他凭一个人就打倒了所有的守卫，还有里面的常驻军队，就连紧急派来的支援特种部队和 A 级、B 级6位英雄全都被他一个人干掉了。而且他还掳走了几位重要的科学家，也抢走了一批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强化剂。来自东南亚英雄总部中心，他们是谁？干嘛要这些强化剂？还有这些强化剂能干什么用？元士突然好奇的连环问。他们是来自缅北的武装分子，这组织有很多很强的超能力者。目前消息透露，比如说这次带头的三哥印昌一，这就是他们这组织的顶尖战力之一。一般这些强化剂都是用来出厂上市的，不公开卖，卖家身份都有严格限制的，不是哪个人哪个组织都可以买到的。强化剂的去向都有详细的记录。我们怀疑他们瞄准强化剂的目的是为了要赚钱，拿回去贩卖给一些非法组织，这将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强化剂给普通人喝了，力量能瞬间变强，体能翻倍；如果给超能力者喝了，战力能瞬间翻好几倍，因人而异。他们还是有强大火力的武装组织，经常为了金钱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情。要是让他们成功带回，势必将为东南亚带来致命的威胁。现在印昌手上还拥有强化剂，又有接近 S 级别英雄的强大战力，所以请一定要多注意此人，他相当危险。百花不是和你一组吗？请帮我通知他，谢谢。Over 好像很着急去通知别人。百花还没出来，等我再告诉他吧。走，接着打。挂掉总部的手机，元士就好像没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先做似的。不出所料，百花处于下风，印昌轻松挡下百花的所有攻击，不用几招，百花就被印昌打得起不了身。夜店里的其他人看得很兴奋，替印昌欢呼起来，没人帮百花出头，他就好像走进了恶人窟。难怪了，你这身手，女孩子有这股力量，肯定也是能力者。你一定是有办法解毒，要不然你现在药效早就发作了。我猜你说不定还是英雄联盟里面的人，对吧？印昌蔑视一笑，完蛋，我得通知元士支援才行。百花心想，拿出智能手表想发送信息。元士此刻还在外面，兴奋地打着王者，屏蔽了所有通知。印昌注意到百花的举动了，一拳打在他的腹部，阻止了他，防止他叫支援。印昌打算下狠手，直接打晕百花。服务员见到场面一片混乱，赶紧躲在柜台角落里观察，顺便拨打给警察。就在印昌准备出手的时候，慢着！黑影大声说话了：“又来一个找死的！”印昌转头看过去，干嘛要欺负两位女孩？你也想做英雄？我今晚就让你变成狗熊！你这打扮，难道你也是英雄联盟里的人？英雄联盟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了？印昌疑惑地质问。是英雄联盟的人就该打，管他是谁。三哥，让我们来，好歹我们其中也有人有撞死的实力。那个女神让给你，
旁边兄弟混混们10几个人抢着出风筒，刚刚在外面欺负乞丐的那2位混混也在其中。要跟我3个硬场打，你能打得过我先再讲。兄弟混混们嚷嚷，出手想打黑影。兄弟们一起痛扁他！他们看对方人少，还有3个硬场在，非常的嚣张，把黑影围起来，拉到角落里痛扁。被打倒的黑影坐在角落里，突然眼睛变红了，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话有些嘲讽：“说话就说话嘛，哼，还想动手动脚的，有这么不爽？”双手护着头，一场无事百花，突然对被揍的黑影感到兴趣。英常很少见到人被打还一声也不吭的人，这么垃圾也想成英雄？让我看看你是谁，搞什么神秘？英常边说边走来，掀开他的面罩。他的兄弟抓着黑影不让他移动半步，呵呵，任何人看到我的脸都会死的哦。黑影警告他们，说话也笑出声来，好像非常兴奋。英常走过来，掀开黑影的面罩，那一瞬间，混混兄弟们他们都惊呆了。哇哦！夜店里的其他人还没看清楚的时候，黑影就一个用力起身，手脚一挥，全部人被他打退了几步，就连印昌都没看清楚黑影的出招方式。就你个垃圾，也敢扇我一巴掌！印昌惊讶地摸着脸颊，没注意到他出手快到自己都没看清。黑影赶紧背靠人群，把脸罩穿好。你们全部给我把他打到半身不遂，我今晚就要虐死他！印昌命令夜店所有的混混指着黑影：“你们全部一起上吧，我就给你们3分钟，超过就杀了你们！”黑影瞧不起他们，惹得全场大笑。敢跟我3个打，你也不打听打听下我3个是谁？哈哈哈！我不管你们是谁，反正今晚你们谁也别想走出这里。我要以死罪来惩罚你们。黑影好像被他们的行为激怒到了，但还很平静地说。场面一片混乱，椅子桌子飞来飞去，夜店里的啤酒杯子都毁了差不多。还有1分钟，黑影嚣张地站着一动也不动，像在享受等他们打。印昌看不下了，也出手了，1拳、2拳、3拳。黑影还是很享受的脸。印昌瞬间恼火，以为自己打得太轻，脾气加成，使出全力，结果也没能将黑影打退半步。黑影一动也不动，这下里面的混混全慌了，这怎么可能？印昌都有一点震惊道：“我今天本来没打算闹这么大的，是你逼我的，看你在给我嚣张，装什么狗熊！”印昌眼看不行，遇到高手了，大声喝止，直接变成怪物。体型变大了，想要使用更强的力量打击黑影。诶，妖化了！难道你想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给破坏掉吗？楼上还有人在睡觉呢。嘘！哇，3个要发疯，快逃啊！兄弟们一看印昌变成怪物，吓得马上想逃离这里。今晚谁都别想逃离这里！3分钟已过去。黑影突然间伸手抬起来，把酒吧门口还有地板、墙壁全都被黑色的粘液物体给覆盖、封死了。那个黑色的物体可以称它为黑色粘液，因为它就像水流一样，从黑影的脚底为中心快速伸延出去，最后覆盖整间夜店。印昌的兄弟伙们不管怎么敲打在黑色的粘液上，就像打在果冻上。它软绵绵的，完全打不穿。他们此刻无路可逃，只能害怕蹲在角落里。混混的兄弟好奇，难道他也是能力者？印昌此刻看起来很强，没等印昌出手，黑影一拳打中他的腹部，直接把怪物形态的印昌打趴在地板吐血了。我靠，这么强！混混兄弟们瞪大了眼睛，惊呆了。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3个印昌也会被人一拳打到吐血。混混们拼命往角落里钻，想办法找出口逃出去。难道他就是那个四无冤灵都市传说？你们不觉得他像那个视频里的黑影吗？夜店里的吃瓜群众躲在角落里小声讨论。黑影抓着印昌的颈部，
往黑色墙壁抛去。印长站了起来，感到不可思议：你怎么有这股力量？你这实力一定是哪个顶尖的 S 级英雄，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强的人。呵呵，没关系，刚好我需要实验下这王毅的威力，我看你等下还能嚣张多久。无奈之下，印长从口袋中掏出强化剂，不废话，拆开瓶口，直接一口喝下。印长已经2米多高了，喝下强化剂后，瞬间体型变更大。我现在觉得我全身充满力量。一声怒吼，一拳打过去黑影脸上，黑影没躲开，正面吃下印长的拳头重击，直接被打飞了几米远，撞在黑色粘液墙壁上。夜店里一排的桌子和椅子碎片被清空。混混的兄弟们兴奋地举起手说：“我都说了，我们3个是最强的了。”转眼，黑影就像没事爬了起来，站在他们面前，连印长都吃惊，这都没事，还有这黑色粘液是怎么回事？如果没错，印长这一击可以打断钢筋铁骨，一般来说，墙壁都会被打穿。黑色粘液隔绝了夜店与外面的世界，也防止冲击波破坏这整栋的建筑。印长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位敌人是他从未见过的怪物。黑影一拳揍了印长过来。他们俩过了几招，夜店里残破不堪，覆盖黑色粘液墙壁依然没被打穿。黑影还故意放水，不闪不躲，挨下印长的所有攻击。最后，黑影的手变成钢铁利爪，撕开了印长庞大的怪物身体，挖出了他的心脏。印长背靠黑影跪在地板上，吓哭了混混的兄弟们。混混兄弟们的哭泣声。印长的最后遗言是：你怎么强到这么离谱？说完就倒下了。完蛋了，到我们了，对不起，刚刚是我们太过分了，求你放过我们好不好？兄弟们苦苦跪在地上哀求饶命。夜店里的动静虽然很大，可是外面的远视却什么也听不见，空气安静得很，只有夜风的呼声。百花也进去太久了吧，我得去找他了，他最好别给我偷懒哦。跑去夜店里鬼混，原是收拾东西，悠悠哉哉地走到酒吧的门口。这时，黑影把黑色粘液回收起来，黑色粘液全藏进了黑影的身体，顺便把印长和混混兄弟们给包裹了起来，一次吸收掉了他们所有人，但还故意放过了1-2位，不知为何。大部分的他们，黑影都没放过，就像他们虐待别人一样，以多人欺负一位弱者。此刻，夜店里面还剩下一些人没被吸收，包括百花和3位女服务员，还有一些吃瓜群众，他们都吓得瑟瑟发抖，蹲在角落里不敢出声。穷笨害怕的目不转睛盯着眼前这怪物看。黑影转头问服务员：“刚刚你应该没看到我的脸吧？”黑影问了女服务员，女服务员疯狂摇头否认，很担心下一个被杀是他。对了，我1块2能打包店里的剩菜剩饭吗？黑影还不忘来此行的目的。女服务员不敢怠慢，拼命点头，能，我这就给你拿过来。说话还有点颤抖，她全身都在发抖，一边把热乎乎的炒饭送给了黑影，钱也不敢收了。黑影就把1块2留在柜台上走了。这时袁氏已经走到酒吧门口，看到黑影走过，遇到这位奇特服装的人，就多看了2眼，也没多想，跑到酒吧大门口瞧了里面，才发现酒吧里面狼狈的模样，惊得说出：“刚刚这里是发生了什么？”回头再看，黑影还在慢悠悠地走路，在混乱的地方找到了百花。刚刚那个人去了哪里？快点追！百花让袁氏去看看黑影跑到哪了。袁氏立刻跑出去找了黑影的身影，可是人已经不见了。此刻不远处，黑影把刚刚打包到的炒饭放在那位乞丐的面前，头也不回的走了。终于可以吃上3天了！乞丐瞪大了眼睛，高兴坏了。本来还想说句谢谢，可是路上半个人影也没有，感动的泪水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于是对空气说声谢谢。原来这世界还真的是有大好人啊！从此，印长和混混他们人间蒸发。结尾。
那些看过黑影还活着人就谣传说他是当地有一位一般巫师不小心召唤出来的恶魔，他曾经活着的时候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一般战士，现在回来人间是来寻找把他杀死的人，所以不断带走人的魂魄，直到找到为止。被吸收魂魄的人会成为他的仆人。虽然黑影传说很恐怖，可是有一批人却很支持他，甚至成为了他的超级粉丝。支持者说，黑影曾帮助过那些生活在绝望的人们，走投无路的他们在夜里对着天哭诉，祈求黑暗英雄来帮助他们走出生活的困境。只要是被黑暗英雄选中的人，有求必应，比神还灵验。在支持黑影的人眼里，所谓的冤灵是英雄，他正在用他另类的方式消灭罪恶，实行他的正义。他们统一称呼他为黑暗英雄。这一话我编了很久，因为有很多东西要介绍，还要足够简单去吸引别人，这样才会有人看，我才有那个心去编下去。如果你能看到这里，这已经是第一话的结尾了。你能这么耐心的看完，我相信你应该会喜欢这部作品吧。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留言来告诉我，或者为我这视频点赞分享出去。我们下一话再见。